泰国计划打造新航运路线，试图绕过马六甲海峡，我国为何不买单？泰国政府正在寻求融资，他们正在考虑路桥项目，这是一条拟议的绕过马六甲海峡的航运路线。有分析人士表示，如果建成，这座桥可能会重塑东南亚经济，但也有人表示，这座路桥计划并不具备优势，所以中国尚未表现出提供现金的意愿。所谓的马六甲困境始终是制约中国的一个因素。现在，一个替代马六甲海峡的大胆方案出炉，对中国的意义自然是非常重大，而且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可能也将重塑。据报道，泰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连接春蓬府与拉朗府的路桥港口项目，该项目计划在泰国南部春蓬府和拉朗府各建一座深水码头，并通过修建90公里的公路和铁路连接2座码头。这个项目的总投资高达 1.4 万亿泰铢，约合2850亿元人民币。泰国总理赛塔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积极宣传该项目，强调它能够绕过马六甲海峡，缩短运输时间，提高经济效益，而且有望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岗位。马六甲海峡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关键通道，也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而泰国项目的建成将让船只可以通过路桥港口避开马六甲海峡。按照计划，它将从2025年开始招标和施工。泰国规划的新航线大大缩短航程。泰国政府通过积极的推介，以引起多方投资者的兴趣，包括美国、法国、德国、沙特阿拉伯和中国等。美国多家公司如甲骨文和亚马逊已表达对项目的浓厚兴趣。泰国方面比较看重与中国的合作，一方面，中国是东南亚基础设施项目的最大投资者，在这一方面经验丰富，与泰方谈判也更加容易。另一方面，从实际的基建能力和效率来看，中国无疑是最值得信任的。不过，中国当前对项目的态度并不明确。首先，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是否认为参与该项目对自己的战略利益具有足够吸引力，毕竟在已经存在马六甲海峡的情况下，新通道的作用有些重叠，是否真的有必要建设，需要经过严格的评估。其次，中国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积极参与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手里的项目已经非常多了。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需要谨慎选择参与的新项目，以确保投资的战略和经济回报。最后，泰国的这条通道一旦开通，会损害马六甲海峡周边国家的利益，尤其是新加坡，中国需要谨慎评估这里面的政治影响。不过，该项目对中国来说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马六甲海峡几乎是中国进出印度洋的唯一通道，是中国与欧洲来往的经济大动脉，也是中国与中东来往的能源大动脉，其安稳直接影响到中国国家安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也正因如此，这里也成为了很多国家虎视眈眈的地方。虽然新加坡是马六甲海峡的最大获益者，但是真正控制这条航线的是美国，美国海空军完全有能力立即切断这条通道。此外，印度也希望加强对马六甲海峡的影响，并且已在附近的安达曼群岛上的尼科巴岛建了一座大型海军基地。印度海军发展航母也是瞄准了马六甲的重要战略意义，甚至连日本自卫队的军舰也频繁出现在该地区。今年8月份，自卫队军舰就停靠了尼科巴岛，与印度有联手的趋势。因此，如果能够开通新的航线，对于中国来说意义会十分重大。不过，泰国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服务中国的，其他国家也会看到其中利弊，也会进行相应的改变。新航线的开通到底对中国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并不是一件能够简单说明白的事情。所以，中国目前并不着急，倒是要注意美国公司的浓厚兴趣。他们并不一定是看到了新通道本身的价值，有可能是想借机打压一带一路，提高自身的基建影响力。这里面有没有其他风险，也是需要考虑的地方。马六甲海峡是中国供应链特别脆弱的地方，
具有巨大战略重要性的原油和矿物，当然还有许多商品都要通过这里。几十年来，我国一直在寻找替代方案，大力投资了中亚天然气管道、中巴经济走廊，连接缅甸安达曼海港口与中国西南部云南省的管道，以及中欧货运列车。10月份，泰国总理斯雷塔维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提出打造泰国的路桥项目。该项目利用铁路连接安达曼海和泰国湾，并完全绕过马六甲，旨在取代更具争议性和造价更高的克拉运河。克拉运河项目大家都很熟悉，前几年在网上很火，但是造价太贵了，所以被放弃了。而且泰国人担心这条运河会把泰国一分为二，所以比较反对修这条运河。泰国经济跟越南一样，地区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很大，导致了政治动荡，其中南部省份动荡最严重，所以泰国政府和民间实际上很害怕修运河，一旦地理上隔绝开来，南部可能会走向独立，所以克拉运河只是被中国人吹捧，实际上泰国根本不感兴趣。但是泰国经济出现了问题，他们希望效仿中国，通过基建拉动经济，所以找了一个替代版本投其所好，那就是路桥项目。这个项目就是修铁路连接两头，分别位于泰国的春蓬省和拉朗府的港口，两侧距离为90公里，包含铁路和公路桥，预估造价为277亿米元。根据泰国媒体的报道，该项目可以为当地创造28万个就业岗位。泰国政府希望借助中国的钱来打造这个项目，这样不但可以解决就业拉动经济，还可以收取过路费。泰国政府希望2025年动工，建成后预计年承载能力为1000万个集装箱。但是这个项目中国官方根本不感兴趣。北京政府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卢翔表示，中国并不确信该项目能带来什么，这看起来不像是一条替代路线。他并补充说，卸载和重新装载将很复杂，而且可能不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成本。如果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马六甲海峡可能仍然是从中东将原油运往东亚，以及将消费品从中国运回的重要路线。但是卢翔表示，目前中国仍持否定态度，但不会介意泰国与中国的一些商业实体合作，企业自己承担风险。泰国交通部长表示，泰国政府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举办路演，以进行宣传和筹款。目前尚不清楚是否采取公司合作模式或建设运营转让模式。据推测，最初被吹捧的克拉运河只节省了2天时间，由于运河尺寸狭窄，而且安达曼和泰国湾的海平面高度不同，一次只能有1艘船通过运河，这增加了装卸的复杂性。而如果采用路桥方式，预计可以节约4至5天时间，但是频繁装卸带来的则是货运成本的攀升，所以性价比会大幅下降了。或许是这2方面的原因，我国后来就不提克拉运河和路桥方案了。而且泰国本质上更亲美，该国政局非常动荡，他信2兄妹就是例子，所以我们也不敢去投资这么大的方案，否则到时候换人了，我们会损失惨重。